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杨紫真的好惨一女的，娱乐圈的水逆应该都发生在她一个人的身上了吧？这2年她几乎没有什么剧播出，倒也不是她没剧拍，只不过拍的都是无效剧。金簪行播出无望，余生请多指教也一直在延期，心疼小猴子1秒钟。即使都这样了，水逆依然没有放过她。我操，无情！最近正在热播的女心理师也出了问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赶紧去看看吧。女心理师这部剧早在去年就已经杀青了，被压了1年多之后，还好赶在今年年末顺利播出了。这部剧不仅是杨紫的转型作品，还是这2年来难得成功转型定档的主演剧集。讲述的是女心理师赫顿在治愈和救赎她的过程中，也消除了自己心中的阴影。剧中各种各样的心理案例引发我们深思。同时，该剧是由毕淑敏老师的同名小说改编，新颖的题材十分引人注目，再加上倪萍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，按理来说都应该是一部爆款剧。在早期宣传的时候就透露将台网联播，当时网上的消息内容是该剧会在芒果台播出，而且女心理师也确实出现在了芒果台的招商会上。然而现在正式播出之后，却改成了库场独播的网剧，这部剧并没有上新，这对杨紫来说真的算是一个巨大的坏消息了。在这里，小编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，上新剧指的就是在电视台播出的剧集。要知道，台播改网播对一个演员的影响可是十分大的，因为收视率可是演员重要实际之一。没有收视率的网播剧，除非口碑极佳，不然很难衡量具体成绩，冲击奖项也比较困难。而且电视台毕竟属于传统媒体，整体的地位也是网络无法取代的。通过电视剧播出的收视率数据，也能判断一个演员的国民度。如今网播虽然影响甚广，但是口碑很难权衡。有网友猜测，杨紫的这部剧很可能是被退货了，而原因网上也是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杨紫虽然曾是收视率福星，但是近2年时间一直没有剧播出，她的收视号召力是否还能保持下去，无法得到印证，这些卫视不敢贸然冒险。也有人认为年底了，资本着急变现，同时杨紫宣布解约，公司希望提前上映，实现盈利变现。但杨紫不属于欢瑞的员工了，没有必要再去竭力推捧。还有说是因为这部剧的预告片反馈不好。虽然这部剧具有悬疑色彩，女心理师这个职业也让人非常好奇，但是并没有勾起大家对这部剧的关注，所以极有可能是电视台方面认为达不到预期的内容质量，才直接将女心理师退货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因为上新剧有太多的限制要求，网剧市场审查相对比较宽松，这部剧上新的话，极有可能还需要删减一些戏份。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还有保证剧情的流畅性，才放弃了上新。网上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女心理师被资本截胡了。曾经2个上新的平台分别都定了别的剧，分别是宋祖儿、王安宇主演的《陪你逐风飞翔》和杨旭文、许林月主演的《半暖时光》，而且这2部剧的男主据说都是资源咖。王安宇是背后有资源的，而杨旭文是华谊力捧的人，他们主演的剧集对比女心理师可以说各方面都不占优势。电视台却舍女心理师选择了这2部剧，很多网友都想不通，只能默认是在人脉不如人了。不过女心理师并非是个例，例如《亲爱的热爱》的第2部《我的时代你的时代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被退货了，因为这部剧是《亲爱的热爱》的第2部，在拍摄之前就已经有多家电视台相继投下了橄榄枝，但最终被某家卫视获得了独家版权。然而在临近开播之前，却突然宣布这部电视剧彻底改成了网剧，而不能在电视台播出。在之前的宣传海报上还标有某电视台的图标 logo， 电视台官博曾经也宣传过这部电视剧，结果到临近开播直接被退货，真的很惨。而我的时代你的时代为了能够在电视台上映，更是把剧中主角的职业打游戏改成了机器人比赛，而且还减少了比赛的画面，就是为了不影响未成年人，可也导致了作品完成度大打折扣，严重影响观众观看。但即便是做出了如此牺牲，但是到了开播前还是未能上映。也许这一次的女心理师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吧。在电视剧杀青后，片方忙于电视剧后期制作的同时，平台也不遗余力的在招商上下足了功夫。谁知在招商过程中引发了一场小矛盾，只因招商文案惹出了一场风波。新国民视后杨紫，电影票房男神井柏然，金鸡影后倪萍，这是招商文案中列出的剧集亮点。对于井柏然以及倪萍的抬头，网友们自然表示认可。但杨紫事后之称触动一些网友逆鳞的同时，
一些陈年旧事也不得不再次被提起。虽说杨紫确实创造了不少收视神话，香蜜沉沉烬如霜，亲爱的热爱的更是当之无愧的爆剧。然而在重大奖项上，杨紫却还是颗粒无收。事后指名引起争议下，或许这也成为了杨紫选择女心理师的主要原因。只因不管是从配置、内容乃至阵容来看，女心理师都是奔着拿奖去的。而招商文案的错漏，不应该杨紫为其背锅下。风波虽有发酵，却并未耽误女心理师的照常排期。可惜到最后终究事与愿违。女心理师播出数日之后，豆瓣也终于开分了，5.1的成绩显然没有达到及格线。对比正在播出的杨幂的《狐珠夫人》，评分半斤8两。不过这一成绩迅速引发粉丝型观众的不满，更是在某些平台形成了热度搜索话题。然而女心理师的豆瓣专区涌入大量粉丝型观众账号，开启了对这部电视剧的5星满分打分模式。而对于女心理师的制作方乃至于主演人员们，真正应该思考的，则是5.1分、5.2分这样的粉丝群体和普通观众群体共同打出来的分数，为何出现了不及格的状态？女心理师到底哪些方面存在真实的需要严肃注意的差评呢？打分可以凭着意气用事，你打5星，我就打1分，但是严肃的差评是没办法意气用事的。相反，只要把严肃的差评内容放在理性思考的范畴当中，便一定可以在差评当中找到进步的力量。平心而论，女心理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当下在都市工作生活的年轻人普遍心理压力很大，有心理问题，患抑郁症的不少，但普遍不太重视看心理医生。本该有很好的话题性和关注度，而且拍得好也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然而目前5.1的评分，很大程度反映出这部剧的品质不佳，浪费了这个好题材。那么女心理师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呢？正常来说，一部剧的前2集很关键，基本能看清电视剧的风格、节奏、人设和整体水平。这样的情况在美剧领域更加明显，因为都要通过前2集抓住观众，才会继续追下去，所以经常会出现找知名导演拍试播集的情况。比如《大西洋帝国》第1集就找到了马丁·斯科塞斯执导，收获了不少好评。遗憾的是，女心理师前2集几乎找不到亮点，全是槽点，到处都是 bug。bug 1，在男主救仕途新生的女生时，既然女生能够进杂物间，钱开一为什么就不能跟进去，非要吊锁下来，去广播室放音乐，并且学校已知有学生要轻生，怎么会没有人配合钱开一营救呢？竟然还会碰到门锁住的情况。bug 2，井柏然在餐厅手受伤，服务员用纱布帮他包扎了伤口，后面下泳池救赫顿上岸之后，纱布消失不说，手上的伤口也没有了。编剧和道具部门能不能上点心啊？ bug 3，赫顿跳水救女学生那场戏也有明显的 bug， 从画面可知，两人跳下去的至少是3米跳台，跳水管的建设非常明确的安全标准，跳水池水深要达到4.5米。然而赫顿溺水之后，钱开一在水里抱着他，一步一步走到岸边，这里又变成了泳池的浅水区。bug 4，赫顿主角光环太重了，为了隐瞒当事人病情，而在大庭广众下和他的孩子发生争执，继而辞职。就算要辞职，也应该光明正大吧，不让孩子知道真相。难道和自己的领导还不能坦白实情，在这里逞英雄有什么意义？不符合现实逻辑。总而言之，女心理师从人设、剧情到细节都有很多问题，悬浮不接地气，让人很难入戏。这样的水平，5.1分并不冤枉。除了女心理师，《余生请多指教》这部剧也是杨紫最受期待的一部剧，原本在今年9月份就要上映，但是即将播出前被通知延期，至今还没等到具体的消息，粉丝们等的花儿都谢了。播出的消息粉丝们没等到，却等到又被退货的消息。有网友爆料，《余生请多指教》被芒果卫视退货，理由是没有合适的时间播出，于是直接退货了。如果消息是真实的话，那么也就意味着《余生》也不能上新播出了。和女心理师一样，也只能通过网播的形式。杨紫想靠这部剧拿奖的愿望也破灭了。知情人士透露，《余生请多指教》退掉的原因也是相当敷衍，没有时间排播，这样也算理由吗？什么时候播不都是卫视决定吗？怎么会没时间呢？还有网友称，肖战的《余生》并不是退，而是合同到期了。很多网友都拍手叫好，恭喜这部剧终于要播了，不在芒果台最好不过了，不然要被他们压到猴年马月。事实上，湖南台今年的收视率已经大不如前。自从主持人翻车后，快本停播，《天天向上》收视低迷，直到最近改版后的《天天向上》收视才渐渐回暖。此外，刘涛和林峰主演的中年偶像剧《星辰大海》给湖南台拯救了一波收视。这部剧收视破1，大家完全没想到，也期待余生可以尽快定档播出吧。大家认为女心理师的口碑会回转吗？对于这部剧，大家又有什么看法呢？
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